5年啊，姑娘怎么熬过来的？嬷嬷别担心，一切都好。奶妈妈别伤心，云儿如今可好了，嫁了个顶天立地的好郎君。是，去年我接了信，还担心姑爷是个武人，照顾不好姑娘。如今瞧着姑娘面色红润，比家时还养得好，便知姑爷是个疼人的了。嬷嬷看看，还害羞了。也就一些没长眼的小人做那起子拜高踩低的恶心事，想想日后还要与那一家人打交道，我就想吐。那个曹文翰当年欺负咱们家落难，走的那叫一个干净利索，如今怕是报应到了。曹家不是什么好东西，只会踩低捧高。曹家以为娶了个国公女能保长久富贵，不想那女子悍妒不说，未出嫁便与外男偷情，竟有这等丑事！何止啊！嫁进曹家生下私生子没多久便暴毙了，闹得满城风雨，从此两家结仇，宴会上都要把两家分开做。恶人自有恶人磨，这就是那起子拜高踩低的人该得的下场。听闻有人在车里面救人，为父可要吃醋了。我跟岳父大人要先进宫一趟，我听你今日咳了2遍，回去要乖乖喝姜汤。妹夫放心，有我和奶妈妈在，一定盯着他不让偷倒掉。就是，老奴一定亲手为姑娘喝下去，绝不辜负姑爷的一片心。快走你的吧，莫要让阿爹久等。我家娘子不好管，有劳嫂嫂和嬷嬷了。行了，景让，爹都走老远了。把这些都先搬到库房去。多亏了奶妈妈这些年一直带病撑着照看，不然这院子怕是连落脚的地儿都没了。老婆子别的事儿做不了，看个院子还是能看的。忙活了一整天，总算能歇口气了。再不回来，今晚别进门了。错了，时隔5年，终究还是回来了。让娘子久等了。阿爹，景让在京中还没寻到落脚处，他在京城哪来的宅子？既然是我的爱将，又是我的好女婿，索性就在家里住下，跟你住回你当年的闺房去。那就多谢娘子收留了。说什么呢？阿云的笔比你如今用的那笔轻多了，小时候手劲小，对不对？你翻这些做什么？想看看阿云小时候待的地方，如今看来比朔州的风沙有意思。阿云小时候和现在一样可爱。胡说什么？快去洗漱。遵命，娘子。困了怎么不说？景让。阿云，我是不是说过许多次了，你在我面前不用这么乖，想睡就睡，烦了就骂，不高兴了就动手打我。景让又说荒唐话。不荒唐，我拼命挣功名，就是为了让你能毫无顾忌回京城横行霸道的。奉天承运皇帝制曰：柳氏一门，气势宏深，操履端方，昔在台阁治道，虽离风包之困，节节起辞复原职。授宁朔将军，领羽林监，加奉车都尉，尔其整吏5倍，以为社稷。臣谢陛下隆恩。李景让忠勇冠世，智略过人，屡次挫败敌锋，威震胡虏，实为国家之长城。特授2品节度使，进爵武安县开国伯，实业1000户，赐黄金100斤，锦缎50匹。谢陛下隆恩，臣定不辱使命。陛下万岁！云儿，天大的喜事儿！陛下诏书下了，爹和你哥都复职了。那景让呢？妹夫现在可是年轻一辈武官里的佼佼者，升了官也忙得脚不沾地呢。
瞧瞧，这些人这切都没打听清楚，就赶着这来放热灶了，还称呼你为姑娘呢，想来相看相看。我如今都是妇人了，还叫姑娘，这可怎么回？若直说嫁人了，反倒显得咱们自作多情。咱家姑娘这么好，就是嫁了人，那些人家也抢着要。莫要说笑，想当初咱们家被贬，这些人恨不认识我们，现在咱们家回来了，又巴巴的凑上来，索性咱们就去，让那些以前避之不及的小人看到你的妇人打扮，让他们闷在心里怄气去。嫂嫂，这太招摇了，阿爹和大哥才富差甚，景让如今可是2品节度使，有他给你撑腰，你只管在京城横着走。那些个装高傲的贵妇堵在正门，谁也不让，有这功夫面子，我饭都吃2碗。你看孙家花园众多小姐游园，我们也去凑凑热闹。听说了吗？柳家那个小姐也回来了。嘘，我倒要听听又是谁在嚼舌根。那个柳云中回来又如何？在摄州那穷地界搓磨5年，早成黄脸婆了。听说也回来些日子了，大门不出二门不迈，是丑的自己都不敢见人了。就他那样，怕是整个京城都没人会要他。环儿，你放心，我哥就算2婚也看不上他。可是外头说文浩哥哥一直不娶，是在等他。他当初还给了那柳小姐一封信，说要接她回来。那信是哄她的，恐怕她现在还守着那信当宝贝呢，想想就好笑。小蹄子们牙没长齐就乱咬人，我当是谁？你们曹家好会教养。怎么，我说错了？曹小姐，我已嫁人，与曹家早就没关系了。什么无中生有的书信，你们空口白牙想毁我名声，可有证据？你嫁人了？李将军，下官久仰久仰。将军，方才马球场上那一剑，真是神乎其技啊！将军留步，下官还有一事相商。抱歉，诸位，我要去找我夫人。朔州那种黄沙地界，能嫁什么好人？无非是些大字不识的粗野武夫罢了。我哥哥可是天子门生，未来要入阁做宰反的。你知道什么？我们元儿的夫君可是谁？还能是谁？是我。诸位有所不知，我这个粗野武夫当年在朔州追她追了整整2，我在柳家大门口站了3个月的岗，岳父大人连口水都没给我喝，好不容易娶进门，天天怕她跑了。我能娶到她，是我高攀了。至于你哥哥，他算什么东西？走吧，这里风大。前厅还有一些事，我先去处理，劳烦嫂嫂替我照顾好阿云。这么着急？伯父安好，小侄曹文翰特来拜见。曹贤侄有何贵干？小侄与阿云妹妹自幼青梅竹马，情谊深重。当年是迫不得已才退了婚，如今小侄丧妻已满1年，特来恳请伯父将阿云妹妹再许配给小侄。小侄发誓，此生绝不负她。曹贤侄，你可知云儿已经嫁人了？什么？嫁人了？嫁给谁？嫁给我了。是你？你怎么配得上她？我不配，你配。5年前你干什么去了？你一介武夫，粗鄙不堪！阿云妹妹怎能嫁给你这种人？阿云也是你叫的。文翰，没事吧？恕子而敢！你敢打我！景让，住手！不值得为这种人脏了手。这是怎么了？我们脸上有东西吗？怎么都看着我们？曹文翰被景让打了。为什么？他是来向你求亲的，也不想想当初与你退婚时你多难堪，这时还敢大庭广众之下提这事。他失心疯了。那景让……我的好妹妹，你可别看了，方才景让差点把曹文翰打死，你居然还跟那厮眉来眼去，你不要命了？大哥，你胡说什么呢？
那曹文浩当初是如何欺辱咱们云儿，如何轻没我们柳家的？如今他媳妇死了，他倒巴巴的忙不迭跑来献殷勤，指望着白捡了咱们云儿去给他当填房，做他的春秋大梦去吧。你少说两句吧，景让过来了。我已经与曹文翰断得干净了，今日不过是个误会，日后在大街上碰见他，定然也会对我避之不及，给你添麻烦了。这么客气。如果当初他没有另娶，你是不是就是他的妻了？可是他已经娶了呀，我也不可能与他再有瓜葛了。我说如果他在京城等着你，你在舒州也遇见了我阿云，你选谁？李将军，我家主公让小人来唤您，说是大宴开席了，请您和夫人入座。喝口茶暖暖身子。男人当真是这世上最难懂的物件。手脚都利索点儿，这可是少爷最宝贝的书籍，晒过头了不行，受了潮更不行，快抬到太阳底下晒着。云儿，妹夫还生气呢，男人真难懂。你哥就好懂得很，他眨一下眼，我便知他要干什么。哥哥是不一样，我是说李景让真难懂。这倒也是，妹夫那脾性确实比你哥难伺候。有了，妹夫这心啊，咱们想破天也猜不到他吃哪门子飞醋。今儿恰逢相国寺开放交易，热闹得很，不如你下午跟我一块去逛逛，买只乖巧的猫儿狗儿的去送给他，哄哄他也就罢了。云儿，那边有几只海东青，这骨架，这烟眼，绝对是赛龙来的极品，我去瞧瞧。我看你是真想来这热闹。请准保证人家沈家谁价格不越。大嫂让我买只小兽回去哄李景让开心，可他素来冷淡，似乎从未有真心喜欢的东西，这样真的有用吗？他平日里吃穿用度也极不精细，锦衣珍馐在他眼里和野菜麻布大概没什么打样，不过是果腹御寒而已。姑娘，挑宠物呢？瞧瞧这白猫，毛色跟雪似的，最是听话。多谢，他不喜这些。那这猎犬呢？威武雄壮，最适合送给军中的大人。他心思太深，向来不爱玩物丧志。这双眼睛真亮，倒叫我想起第一次见他时的情形。云儿，瞧见那马背上的少年了吗？他就是李总督的儿子，你看他怎么样？你没事吧？这只小猫我要了。好嘞，姑娘好眼光，这毛最是温顺，30文钱。这只猫儿倒跟我们小时候养的那只很像。景让，阿云，进来可好？多谢曹公子，但我柳家的猫不需要旁人来抚。阿云，你何必跟我分得这般清楚？纵然你如今已经嫁了人，难道我就连对你稍微好一点都不行了吗？你那夫君，他的妒性就那般大，逼得你连一句话都不敢与我说。曹公子慎言，我们夫妻之间的私事，还轮不到你一个外人在这里指手画脚。外人？这么快，我在你眼里就已经成了外人了。我知道你恨我，恨我当年另娶了刘氏，弃了你。可你要知道，
我当年不是没有为你争过。那日见过你后，我回去便和父母摊了反，我说哪怕退了这门婚事，我也绝对不会娶别人。我娘听了，拿着绳子当场就要撞死在我的房梁上。我爹更是气急了，抽出长刀指着我的鼻子说：除非我今天撞死在上面，你看见了没用。我抗争了，可我根本无能为力。我就是顶着这样一道勒痕，被他们生生压着跟刘氏拜的堂。曹公子，在你的眼里，我真的很蠢，很好骗，对吧？那日新婚，你红袍玉冠经过，比谁都生气，被逼无奈，真是一场天大的笑话。难道你是与我退了婚之后，才知道隔日刘家就要把女儿嫁进你曹家大门吗？你说我恨你，其实并没有，因为你在我的心里早已没有那么重要了。夫妻尚且大难临头各自飞，柳家出事时，你曹家的处境，我能理解你无法娶我。可你既然已经选了另一条路，如今又何必还要折过头来，用这些自以为深情的谎言来哄骗我、恶心我，甚至要坏了我如今的安稳日子？你到底是真心想对我好，还是在你的心底，你其实恨不得我像5年前那般落魄狼狈，好让你今日能居高临下、屈尊降贵的把我从泥泞里拉下来，对你感恩戴德？我怎会是那样的人？阿云，我怎会那样对你？够了！若你当真还念着以往我们两家一起长大的那点薄弱情分，那么从今以后，就请你不要再来打扰我的生活。竟然住手！你护着他，为这样的人手上沾血，不值当。这是什么？送你的，它有些像你。原来李景让也不是那么难哄。哟，瞧你这满脸春风的模样，看来那只猫儿是把妹夫给哄好了。嫂嫂莫要取笑我了，也就是对你了。景让那暴烈脾气，外人可没那么好糊弄。外人？嫂嫂何出此言？朝廷出事了。这些天，朝廷里的文武官员为了战事闹得不可开交，以许大公子为首的那帮正文臣执意要北伐，收回10年前割让给胡人的6座边城。姑娘，奴婢听说外头那些文官天天写文章，煽动百姓收复故土，一顶顶贪生怕死、侍卫苏贪的大帽子，可都狠狠地砸在咱们姑爷头上了，非要逼着他当这北伐的统帅呢。怪不得今日半夜景让总在院外练剑。北伐10年前割让的6座边城，哪有那么容易收回？谁说不是呢？那些个文臣从来都只知道在京城的锦绣堆里纸上谈兵，他们瞧着景让在朔州接连打了胜仗，便以为我朝将星出世，可以轻而易举地横扫千军了。嫂嫂，那朔州为何能打胜仗？朔州能胜，是因为李家满门都守在那里，屯田修寨，练兵储粮，那是一代代积累下来的李家军，将兵一心，同吃同睡，这才有了那来之不易的胜利。可如今边境军政腐败已久，从各州调来的兵粮又不齐，南兵作风滑头，能打的除了几方大将私家的骑兵，便是西南土司的兵。可这些兵都只认自家的主子，景让若真做这统帅，光是遣兵调将，都能被他们活活累死。山雨欲来。姑娘，老奴今儿个去街上买胭脂，
听着那些茶馆里的老百姓，私底下可都在骂咱们姑爷呢。是啊，他们骂的可难听了，说姑爷龟缩胆怯，不配当李家的子孙，还说他尸位素餐。小姐，尸位素餐是什么意思啊？哼，还能什么意思？说咱们景让占着茅坑不拉屎的意思。嫂嫂，姑娘，老奴就是不明白，这为何不打呢？都说咱们姑爷厉害，若真能一口气雪耻，收回失地，岂不是光宗耀祖的大好事？光宗耀祖，赢了功劳是那帮写文章的文臣的，输了掉脑袋抄九族的却是他们这些拼死在最前线冲锋陷阵的武将。胡人如今大兴改胡易汉，实力比10年前强了10倍不止，可京城里却缩在锦绣窝里的达官坏贵，又怎会明白这背后的万丈深渊？不管怎样，我会陪着景让，陪着家人。景让，他想去，在这个世上，没有人比他更想挥师北伐，手刃仇敌。怎么出来了？做噩梦了？外头冷，听话，回去睡吧。景让，你其实是想去北伐的，对不对？父母家人之死，恨火通天，只要朝廷给一个机会，你便是豁出这条命也想要去报仇。可你却生生给自己套上了一个名为大局的锁链。爹和那些前朝老臣说的没错，如今朝廷军政腐败，战线一旦拉长，军饷便是无底洞。打起仗来，负重最深的还是底下那些手无寸铁的老百姓。咱们现在打不起。可那些高高在上的文官和太学生不懂，他们只会口口声声在折子里逼你出征，你在前头拼命，他们躲在后方争功，你避战，他们便在私底下骂你胆怯。景让，你太累了，回去休息吧。你也不要怕，无论怎样，我都陪你。若此战避不开，我输得一塌糊涂，成了千古罪人，连累你柳家，连累你背负一世骂名，你也不走？我不走，李景让，我说过要陪你，便是一生一世，绝不反悔。那我要是死在战场上了呢？你不要死，不许说死！李景让，你答应我，你绝对不能死！原来我死了，你竟会这般伤心啊！你是有病吗？拿这种事来吓唬我！你放我下来，再也不管你了，放手！嘿，这小家伙刚进门就知道跟他主人一块拉偏架了。命李景让、吴纯为统帅，助战东路，其余将领分守中、西两路，调兵备战。定于6月誓师北伐。臣领旨。李将军，东路乃是北伐主攻方向，胡人必重兵把守，你我携手，当以朔州铁骑为先锋。吴老将军放心，朔州军已准备多时，只待陛下号令。朕登基以来，卧薪尝胆，无一日敢忘先帝遗志。10年前割让的6座边城，朕必要亲手拿回来。二位爱卿，此战关乎国运，朕将10万大军托付于你们。陛下放心，老臣这把老骨头早就不打算带回来了，只盼着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着我朝大军踏破胡虏。陛下，臣必当竭尽全力，只是中西两路调兵之事，尚需仔细谋划。各路兵马来源部养草辎重也需提前筹措。朕已命户部筹备粮草，兵部调集兵马。李爱卿，你只管在前线杀敌，朕替你担着。臣必不负陛下所托。如今圣旨已下，你哥6月便要随景让出征，这京里上上下下忙得不可开交。虽说武官们多有抱怨，可天子令下，谁敢不从？朝廷执意北伐，要收回10年前割让的失地，10年失地，
哪那么容易收回来？这仗怕是不好打了。可不是，前方战事吃紧，这京城里的贵人们倒是一点没耽误。外片战云密布，这富人家的内院依旧宁静繁华，歌舞升平。今日县阳公主府办宴，我得陪你哥准备随军的事宜，实在是推脱不开。这宴会只能由你带我去了。大嫂，我这会儿实在没什么心思去应酬，去走个过场，散散心便是，莫要与人多生口舌。况且这是信阳公主府亲自送来的，不得拒绝。听闻如今大军正在加紧备战，6月便要誓师北伐，当真是举国倾曹之力，好生威风。瞧着是威风极了，只盼着到时候登高跌重，可别一如5年前那般输得精光难看无极。若真到了那时候，某些自硬不凡的人脸上可就精彩了。月儿，别说了，柳小姐在那儿坐着呢，你莫要胡言。怕什么？我又没有指名道姓，不过是随便说说实话。这年头还不让人说实话给那早，满京城都夸姐姐有容人之量，想来姐姐不会小心眼到认为妹妹方才说的是你吧？曹小姐，不论你说的是谁，你都不该在今日在这里说出这般大逆不道的诛心之言。北伐乃是陛下乾纲独断，圣才御允，更是我朝万民同心，民心所向。我朝无数军士此时正为了帮国家一雪前耻，收复割让的故土，在最前方堵着项上人头，准备去浴血奋战。如今战事未开，曹小姐却在这儿轻飘飘的左一句跌中，右一句必输。我倒想请教你，曹家到底是安的什么狼子眼心？你一个闺阁女子不懂朝政，想必这些话是你平日在家听家里人也这般讥讽，觉得官家和朝中诸身都是错的。你胡说！我没有！6月中这小贱狗派人，我没有非议朝政。公主殿下，请容云儿今日无法再相陪了。这题间有人居心叵测，言语粗俗不堪，实在不堪入目。我朝3军将士即将出征，这席间竟然有人敢在背地里行此等诅咒战败的诛心之事，曹夫人，这就是贵府的家教。殿下饶命！是臣妇教女不严，臣妇回去一定好好管教。本宫今日这好好的席面都被这2个不知死活的东西给弄脏了。崔嬷嬷，将这2人给本宫赶出去，顺便转告曹大人，若是不会管教子女，本宫不介意帮忙拖下去，掌嘴30，还有他一起逐出府去。往后，本宫的帖子永远不准送去曹家和魏家。殿下饶命！殿下！今日在这等大宴上，当中被掌嘴逐出，这2家姑娘今后在京城的贵妇圈里，怕是永远也别想抬起头了。就是一个庶女，一个养女，嘴上没个把门的，非议圣才，活该落得这般下场。不想柳小姐泥人一样的好脾气，今日也有生出刺来扎人的时候。有李将军在后头撑腰，果真是好。夫人谬赞了，不知夫人是……可怜我那可怜的二妹妹，当年带着国公府泼天的嫁妆，欢天喜地的嫁进曹家，以为是找到了终生的救命稻草，谁知新婚宴礼一过，夫君不相护也就罢了，甚至成日里恨不得她早些死，好给别人腾位置。姑娘，她是刘家的大姑娘，那死去的刘二姑娘的亲姐姐。原来是刘小姐。曹家与刘家之事，云儿身为外人，不便掺和。柳小姐，你难道就不想知道为何一定要北伐吗？北伐一事年年都有人提，那懦弱狡猾的许大相公往年从来都是和稀泥，为何偏生到了今年，态度却突然变得这般坚决，死活都要站在助战那一方？你这话是何意？北伐乃官家圣才，难道这里头还有别的阴谋？去年许大相公最得意的门生奉命出使北秦，2军对垒，他却在私底下与那胡人签下了一份大逆不道的合议，以我朝每年输送银券20万匹为代价，换回了4镇2州，不费一兵一卒收回2州。那学生回京后，瞬间平步青云，升官加爵，直接进了权力中枢。柳小姐，你猜那最得意的学生究竟是谁？是曹文翰。正是他。可他既然靠着合议立了天大功劳，今年却为什么又突然变了脸，死活都要伙同许大善言主张撕毁合议，挑衅胡人，骤然发起北伐呢？柳小姐，你说这事儿怪不怪呢？那份能不费一兵一卒收回2州的合议，
真的有那般简单，那般干净吗？你是说，我爹也是最近在枢密院调兵时才察觉到不对。此次北伐，朝廷明面上号称起兵20万，可我爹在枢密院看到，除了东路你夫君李景任和吴老将军的准备还算充足之外，其余中西两路调来的全部都是男兵。长军挂名的将领，不是一窍不通的勋贵，便是桀骜不驯、根本不听调相的刺头。我爹暗中写信给南边做参军的好友，得来的消息，军备严重不足，全是些残兵老将，说是20万，实则根本不到5万。我爹说，若消息属实，此战必败无疑。打不起，果然打不起。原来胡人有忠心之相，他们是故意抛下了这个诱饵。那如果战败，东路大军会如何？届时不仅收不回边城6镇，东路全军都会成为替死鬼，赔上项上人头，甚至连整个朔州北县的国防也会全数崩溃。他们想让景让死在战场上，你为何告诉我这些？曹文翰这个阴狠厚颜无耻的小人，为了名利，他有什么事是做不出来的？当年我妹妹在佛寺被歹人所掳，丢了女子最要紧的针线，他在那节骨眼上从天而降，信誓旦旦说心慕她已久，不嫌掐失针，愿意迎娶。结果呢，他不过是贪图我英国公府的权势，想尽快从你柳家浓腻的泥潭里摘出来罢了。等他娶了新妻，风波一平，他转头便嫌弃我妹妹，甚至连他自己亲生的孩子都因说是来路不明的野种，活活把我妹妹给逼死了。柳小姐，我知道你是个心善的好人，当年因为曹文豪另娶，使你受辱，你在大宴上碰见我妹妹，也从未对她冷过脸。我今日将这天大的秘密告诉你，既是为我妹妹报仇，也是真心希望你家夫君能平平安安的从这场万劫不复的战事里脱身。我爹老了，赋闲已久，如今国公府也日渐败落，我们在陛下面前说不上半分重话，唯有将事情告诉你，或许你们还能有一线转圜的生机。刘小姐，多谢，今日大恩，来日我柳家势必报答。姑娘，您在这儿转了大半个时辰了，风大，要不先回屋歇着。少爷和少夫人今日都在军营当差，大将军也还在西郊点兵呢。我爹呢？我爹可曾回府？老爷今日去东宫为太子殿下讲经，照例是要到黄昏才。哎，老爷的车马回来了。爹！云儿，出了何事？怎的这般慌张？爹，快下车！女儿有天大的事要告诉你，关于北伐，他们要害死景让，要害死咱们柳家。进府说话。端庄，端庄！云儿，你哥哥在朔州那野性子也就算了，你怎么也这般毛躁？定是女婿平日里把你给惯坏了。爹爹，出天大的事了！刘大姑娘今日亲口告诉我，曹文翰去年出使北秦，根本没有议和成功。曹文翰暗通胡人，假意议和，许大相公中饱私囊，意图以北伐掩盖前耻。这可了不得，这可是通敌叛国、抄九族的大罪啊！云儿，你快修书一封，让你哥嫂和女婿立刻从军营赶回来。为父现在就去一趟国信所，找熟人彻查当年的出使卷宗。不，先去东宫。阿爹是想让太子插手。太子虽年少，却有仁爱之风，且深得陛下信任。这案子牵扯到当朝大相公和国公府，只有太子能查。事不宜迟，阿爹，咱们快些。父皇，大理寺与国信所已查明，曹文翰去年出使北秦，阴奉阳违，根本未曾与胡人达成合议，反而暗通欢曲，泄露我朝防务。另外，许大相公暗收胡人巨额贿赂，为门军之罪，顺水推舟策划北伐，意图撤防东线，自毁长城。经查，曹文翰出使北秦时，胡人早已识破我朝虚实，他贪功极利，被胡人以重金和把柄要挟，暗中签下丧权辱国之密约。回京后，他谎称合议成功，骗取升迁。许大相公非但不查，反与之勾结，收受胡人贿赂，白银10万两，黄金3000两，意图以北伐为名掩护二人罪行，将东路大军送入死地。陛下，臣冤枉！好你个卖国求荣的逆臣贼子！我朝将士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，你却在后方出卖三军，老夫砸死你个老匹夫！昏庸无耻，乱臣贼子！
陛下饶命！传朕旨意，曹文翰欺上瞒下，通敌叛国，当诛九族，即刻将曹家收押，择日问斩。许大相公失察受贿，隐瞒不报，但念其多年来辅佐有功，令抄家流放。陛下圣明。冤枉！冤枉！冤枉啊！我家文翰是清白的，你们不能抓他！放开我！你们知道我是谁吗？我哥哥是！放开我！翰儿，我的翰儿啊！放了他！放了他呀！他可是天子门生，是朝廷命官啊！呸！平日里装的道貌岸然，原来是个卖国贼！我可怜的女儿啊！你的清白，今日终于大白于天下了！哈哈哈哈哈哈！大局虽定，可战事终究避无可避。他今夜必须秘密赶回朔州。哎，你这个粘人精！所幸仅让左眼跑得快，不然瞧见你这哭鼻子样，他怕是连关口都舍不得去了。哈哈哈哈哈哈！妹妹放心，哥哥定把景让完好无损的给你带回来。好了，云儿，匈奴未灭，何以家为？他们是去保家卫国，我们把柳家守好，便是他们在最前线、最硬、最足的底气，会平安的。爹爹向你保证。哎呦，我的好姑娘啊！老奴天天去庙里给姑爷拜菩萨，只求您能多吃一口饭。您瞧瞧您，短短几个月，整个人都快瘦脱相了。这要是让姑爷和相公回来瞧瞧，老奴可怎么交代呀？嬷嬷，我吃不下，只要一听到大街上有快马传急报的马蹄声，我的心就揪着疼。唉。食少而心郁，岂能长久？云儿，当初咱们在歙州时，险些连米都买不起，不也咬着牙挺过来了吗？将士在前方，本就是险中求生存，不到最后一刻，谁也不知输赢。你若这般糟蹋身子，难不成是想逼着为父下一封信去歙州，让女婿在百忙的军务之中，还要分心来操心你不成？阿爹，你千万别写，他现在万万不能分心。我这就吃干净。你也很想他吗？对吗？景让，朔州现在的雪是不是也像京城这般大？姑娘，少夫人从边境来信了。云儿见信如面。如今战事在景让的防守下大地平稳了下来，但胡人势大，这一战算不得赢，两方陷入了僵持阶段。接下来怕是要陷入和谈拉锯的交锋了。就看这回朝廷派去出使的官员能不能在谈判桌上顶用了。姑娘，是出了什么事吗？我爹呢？老爷在书房。朱爱卿，如今战事僵持，朕欲前往北秦和谈，以止干戈。只是这出使之责艰险万分，稍有差池，便是万劫不复。诸位爱卿，谁愿替朕分忧，担此重任？怎么，满朝文武竟无一人敢往？
陛下，臣自请前往北秦，出使和谈。刘大人，您年事已高，此去千里之遥，风霜酷寒之怕。柳公三思啊，北秦虎狼之地，万一谈判破裂，恐有不测。柳爱卿真乃国之栋梁，柳公大义。柳公，此去千里迢迢，一路珍重。阿爹，凭什么呀？那曹文翰惹出来的天大祸事，凭什么要报应在您身上？非要您这么大岁数去当这个出使的活八字？我恨不得现在就去死牢里，一刀把那姓曹的给剁了。傻孩子，等爹爹这一战平了，把师弟收回来，曹家自然有他的报应。又是1年了。嬷嬷，咱们收拾收拾行李，去朔州吧。哎呦，我的老天爷呀！姑娘，您在胡说什么呢？这要是让老爷和姑爷知道了，回来非得把老奴的皮给剥了不可啊！嬷嬷，我不怕。我听嫂嫂信里说，朔州现在战事大抵平稳，景让守着关，胡人根本不敢轻举妄动，前方大半都在和谈。我爹在里面也是唇枪舌战，没让胡人占便宜。姑娘，使不得呀！这天寒地冻的，朔州远在千里之外，路上风雪连天，您一个娇滴滴的姑娘家，怎么能去那种地方啊？您不是常说天塌下来也得吃饭过年吗？他们倒好，一个个把我丢在京城过年，我才不干呢！操车去朔州！哎呦，老奴以前那个温顺、最是听话乖巧的好姑娘，这到底是去哪儿了？明白了，这没章法的土法子，全都是姑爷给惯出来的。总算都熬过来了，咱们一家都还活着。别哭，你瞧，大家都好好的。阿云，此刻你是在窗前看雪，还是抱着那只猫发呆？景让，李景让，李景让。景让，柳云中，这里是前线，是你要来的地方吗？这么远的路，路上全是流寇和风雪，你一个人，万一出了事，你让我怎么办？大将军，你哭啦？不会吧？原来我们威风凛凛的李大将军也会因为单一个人而这么不好受啊？谁惯出来的，谁管一辈子吧。我说了，无论你在哪儿，我都陪着你。